嗨，你好，我是熬夜，欢迎回到我们的股市爱巴卡频道。那么今天这一集呢，主要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近期呢股灾、股市回调的情况下呢，我正在持续加码的3家优质股。那为什么会持续加码呢？因为呢，我看到了目前的这个 Agent 时代呢，对于云巨头呢是有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利好的。那趁现在呢，这些巨头们呢他们的这个估值呢是低过于这个标普500，那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机会来的。OK，那在影片开始之前，要提醒各位，今天所有的内容纯属我个人观点，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场要谨慎。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开始。OK，好，那首先呢，来讲一下，那过去呢，我很多次都有分享过的，关于这一个他们这些巨头，他们投入这个 AI 的去做这些数据中心，那其实对于他们的这个业绩上面来说呢，是有带来的确实质性的这一个利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往这些巨头啊，他们的这个过去5年的平均增长都是有超过15%到20%的。所以你看到，就是他投入这个钱其实是合理的。那大家肯定会持续的一直在担心说，哦，这些 AI 巨头他们投入这些钱是不是会打水漂？那我觉得呢是完全没有打水漂的，OK，因为呢他们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而带来持续性的这个业绩上面的这个利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算是小公司，比如说这个 OpenAI 还有 Claude，他们的业绩增长呢也是每年翻倍性的这个增长。那在过去的2年呢，这个 OpenAI 它的业绩呢已经翻了3-4倍，然后 Claude 更加不用讲，它已经翻了5-6倍，甚至是接近这个7倍的这个水平了。OK，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投资呢，我觉得是合理的。那目前呢，3大云巨头呢还是一样非常的强劲。那这个是我在2年前已经和大家持续分享的这个概念，这个云巨头它确定性是非常高的。那目前为止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一样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这边呢还和大家做多一次的这个更新。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 Open Cloud 对于这个云巨头呢会有一些利好。那首先呢，我们要深入去了解一下，其实呢，这些云巨头他们已经做好这个云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之后呢，这些AI agent，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很像听过这么养这个小龙虾，然后 open code 等等。那其实它本质上呢，它要让这一个龙虾跑，它还是要 token 的，所以最终它的这个 token 呢，它还是需要用到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算力的。那谁有最大的这个数据中心，就是这3家公司了。OK，那第二呢，就是那这些 AI agent 呢，他们是需要在一个虚拟的那一个环境上面去跑去做那个工作，去做那个自动化的一些流程的。那当然，他也可以在自己的本地电脑跑，但是呢，他比较不了解这个电脑的这个语境，因为我们人类呢。是需要有这一个，就是人类用的看得清楚的那些按钮等等，但是呢，在 AI 时代，如果这种人类看得懂的这些按钮等等，它其实呢会反而给这个 AI 呢带来更大的这个负担，因为它看不懂这个按钮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它每次要去看得懂，要去操作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层的那些代码，所以反而呢是会让它消耗更多的这个 token，所以你可以预想一下未来的这个 AI 时代，AI 会有自己的一套的那一个就是它操作的那个系统，然后人类呢会有继续用这个人类的操作的系统，是人类看得懂的这个操作系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提到的这个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虚拟的环境当中，这些 AI 呢他们需要有一个虚拟的这个电脑去跑，那虚拟的电脑去跑呢，它要24个小时开机的嘛，那这个24小时开机的这一个提供的这一个基础商呢就是这3家这个巨头，而且现在 AI 的这个 agent 的这个时代 Open Cloud，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尝试去用一下，我用这个 Cloudy 的这个平台，因为我不会用这种 Open Cloud 这样复杂的，但是我至少也会用一点点，然后 Cloudy 的那个 Cowork， 那我用了之后发现到哇。我以前那个消耗那个 token， 我可能用半天，或者用差不多12、14个小时就问答，叫他做一些东西的情况下呢，他才会用完。但是呢，我用这个 Cowork 让他去做一些任务，他一下子我的那个点数那个 token 就已经用完了，我就要等待下一次的那个更新了。所以你看到，就算我已经是付费的。它的那个 token 的那个消耗，它也是非常的快。就 token 的消耗，在 agent 的时代，它会比起我们普通人去问答的那个情况下呢，是多出接近100倍以上的。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token 消耗越多，就越利好这3大云巨头。所以现在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时代，一个这个热点，其实呢还是在加大这一个云的这个
基础设施的一个更加确定性的一个利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目前的这个就是美以战争不是美以战争这个美国这个什么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封锁的情况下，股市开始恐慌下跌的时候，我还是持续的在加长这些公司的一个原因。OK， 那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重点就是之前呢我都有分享过的，就是在2026年预计呢这4大巨头他们的这个资本支出会持续在加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资本支出2026年预计呢，这个微软其实它是花最少钱的，然后呢，第二呢是这个 Meta， 那第三是这个谷歌，那花最多钱的就是这个亚马逊，他们准备要去投入在这个AI 数据中心的。那之前我就怀疑说，哎呀，这个 Alphabet 这个谷歌它会不会花太多的钱？那亚马逊一路来都花很多钱的，它都是杠杆开到比较大的。那因为这个谷歌有点花了很多钱，我有点担心，所以我一直都打算先不投这个谷歌。但是呢，现在我发现到，这个agents 的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利好，让我觉得说，现在这个谷歌呢，它做的这个决策呢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的模型又强，然后呢，它的这个基础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善，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会就看好这个谷歌的这个原因。OK， 那当然其他公司我也是持续的看好，那都会一个个来和大家做这个讲解的。那目前呢，亚马逊我是不会再先暂时不去做这个加长的这个动作因为呢，之前呢，它每次这一个资本支出非常大的情况下，它股市呢都会有一个短期的这个回撤。而且目前再加上它的这个模型还不是那么强的情况下，会先暂时缓缓。但是呢，我不会卖掉它，因为它的前景、它的商业模式还是非常的有护城河的。OK， 那我们讲回来这个谷歌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谷歌呢，虽然这个财报已经过了很久我才做这个分享，但是有一个重点你可以看得到这个谷歌呢，因为它的Gemini这个模型很强的关系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很强了嘛，那它就已经在这一个季度呢反映出来它的这个 Google Cloud 的增长了，已经增长这个季度呢是同比增长了48%，所以这48%呢对比起这个亚马逊跟这个微软20多个%和10多个%来说，是一个碾压性的一个增长来的。所以我觉得，目前它的这个模型还是保持顶尖的这个水平，再加上现在 agent 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增长的这个趋势呢会持续下去，保持非常的这个强劲。所以呢，目前就是这个谷歌的这个状况。OK， 因为谷歌它本身护城河就很强，所以之前就有提到说，TPU 很早就做这个布局了，所以呢会持续的去投资它。特别去年前年的时候，大家觉得它很像不行了，要被颠覆了，我还是坚持的去投资它。那现在股价已经涨了很多，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反而它的这个确定性还是非常的高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从模型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还是比较强的那一个玩家。然后速度来看，就是它的那个智能跟速度还有成本呢，我觉得是取得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平衡。OK，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得到，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用这个 Google Cloud 的这个平台，而且还有用它的这个 AI。那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应该会持续的在扩大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它每次会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 credit。然后呢，它的这个用的那个额度呢，比起其他的这个厂家呢，是更加的generous 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触及更多的用户。那第二个重点呢，是它对于我们这种就想要去做一些应用，就比较以商业的角度、产品的角度去做应用，但是我们不会编程的人，他是非常的友善的。他提供的这些软体或者是一些应用，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那如果你要我用那个 Cloudy， 那 Cloudy 当然是现在是很强，但是我用它，我要去弄那个什么 VS Code 啦等等的这些东西，非常的麻烦。但是我用谷歌，我用它的 AI Studio， 我做一个那个应用，然后我直接可以 deploy 在那个 Google Cloud 那边，然后就直接可以给用户用了，而且我串联那个数据平台，谷歌也有它的这个 Firebase， 它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平台，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可以用了，可以上架了。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已经手搓了2个实用的这个投资工具，
给我们的目前的投资课的这个学员去使用，而且呢是非常的专业的。那这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Leadfolio 定投管家，那大家呢也可以开始去使用看看的。OK， 那对于不是我们的这个学员的话，我们也会有提供这一个免费的这个额度可以让你去试用一下。那之后你加入到成为我们的学员之后，就会是无限的这个额度可以持续去使用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AI 的这个聊天导师。那这个呢 AI 聊天导师也是非常实用，我自己本身都在用，每次要投资的时候会问一下他，那他都会用这个实时的这个数据来去做这个分析，还有包括我们的投资框架，去给我们更好的这个投资决策。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用手搓就做了这两个工具，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了。OK， 然后呢，这个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做这工具，我之前已经花了，应该有就是台币的话，应该有好几百万，去开发那个软件，结果开发了好一整年，那就还是不是很能用这样子。那现在我自己开发，然后一下子就完成，而且成本是非常的低的。那这边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软件啊，就是它可以让你看到你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这一个组合，而且呢，你不需要串联任何的那个券商，因为我们投资时候很多会有不同的券商嘛，那你只要把你的这一个持仓就是截图放上去，它就会帮你就是抓取相关的这个数据，然后放进去你的投资组合。然后这个投资组合呢，并不是就是每次要更新的，它会自动的每一天呢，我们有串联那一个数据库数据，然后呢买到这个数据，然后呢是那个股价呢是每天会跟着这个市场的价格去做这个更新的，包括一些像本益比啊、估值等等，那都会帮你做好做所有的这个计算的。OK， 然后呢，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持仓的这个板块到底占比是怎样子，然后国家是怎样子，然后点进去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国家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持仓标的，然后包括不同的类别股票、ETF。基金等等，那这边呢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不仅如此，那我们还有这个财务自由的这个规划，那下面呢都可以让你看得到。那这些数据呢都是你互相联动的，所以你每次投资的话，它都会让你知道你自己的财务自由的这个进度到底是怎样子。那再来呢，也有这个投资规划，可以让你呢去看到一些可以复制的这个仓位配置。然后下面呢会有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的这个过往历史的这个回测，让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组合它的年化的这个增长是怎样子，对比起这个标普500它的这个年化增长又是怎样子，然后最终的这个回抽是怎样子啊。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这个 AI 推演 ，OK， 那你点击一下，那基本上你可以推演未来10年的这个增长趋势，透过 AI 的这个计算的这个情况下，它的一个波动性跟那个增长是怎样子的。OK， 所以呢也会有一些 AI 的这个解释，所以可以让你看得到未来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这个预计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就是也有可以看得到我的一些持股的这个状况，也可以让你看得到我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工具那而且呢，这个工具它还有很多细节，你在我们课程里面都会讲得到，就可以让你换不同的语言，换不同的这一个就是货币了，可以方便大家去做这个使用。OK，Anyway，再回到来这个重点就是呢，我们目前的这个课程社群还是非常的这个热闹的。虽然我比较少在这个YouTube 上面去做这个更新，但在课程呢，这个社群还是持续给大家做这个更新，跟提供更加实质的这个工具给大家用的。然后讲到了这个重点，那你可以看得到我做的这2个工具都是用谷歌的，所以我对谷歌是非常有信心的。那目前呢，它的这个估值呢，虽然会比起这一个Meta， 比起这个 Microsoft， 它已经股价涨了一波，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被低估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的增长的确定性是比起其他公司来的更加强，然后竞争力也变得更加的强，因为它的 Gemini 模型很强的关系，它可以让它的这一个云的这个业务呢得到更好的比较高 margin 的这个增长，因为大家想要用它模型的情况下，那这个模型它的给它带来的这个毛利率呢是更加高的，所以
确定性增长比较强 AI 时代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确定性比较高，我觉得就算我已经有蛮大的这个磁场10多个 percent， 我还是会可能再加大投资一些这个谷歌的，在目前趁这个股市在回调的这个情况下 ，OK， 好。那因为之前已经投了很多谷歌，现在涨了一些，但是重新再评估一下它的这个就是追踪它近期的这个进度，还是会再投多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微软了。那微软为什么会讲它呢？因为微软呢，其实它目前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回调，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到底它还能不能够投资，它是不是会被颠覆掉？因为 Agent 的这个时代，那这个软体已经没有用处了。OK，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有一点过度了，有点过度恐慌了。那我这边来和大家讲一下，因为呢。这个微软它有做出数据中心的，而且它很多单子都是外包的，所以从 AI 投资会不会过大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投资是这4大巨头里面它投最少钱的 ，OK？ 因为呢，它把这个模型就是外包给了这个 OpenAI， 所以如果 OpenAI 失败了，其实对他来说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因为他可能可以把这个 OpenAI 给吃下来，因为他投资很多钱在这 OpenAI 嘛。Anyway，OpenAI 成功对他来说也是好处，因为呢 OpenAI 它的那个算力的那一个就是购买协议呢是要跟这个微软去购买的 ，OK。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策略。那第二呢，是它的这个算力的这个部分呢，它也是会除了自己建以外，它也会外包出去给这个 Nebius 啊、Covey 等等的。所以 AI 如果这个放缓了，那其实对于这个微软来说，就影响会比较少一点。OK 所以呢，这个是它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它整体的公司的护城河。那目前呢，这家公司它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护城呢是非常的强的。那首先是有这个 Azure 就是它的云平台嘛，所以很多传统的这些企业等等，那大公司等等，它其实已经用惯了这一个微软。所以你要让他去用那个谷歌，那基本上呢是非常困难的。OK，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大部分的政府还有这一个私营的那种大企业，他们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微软的，所以它这个部分呢是已经很强烈的绑定在其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系统里面。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它有这个Windows 的这个系统。那虽然 Windows 系统大家一直吐槽各种各样的这一个植入或者是比较卡，但是至少它还是有这个系统在那边，至少这一个Windows 系统的出货量还是占据全球的这个跟大过这个苹果的这个情况。OK， 那再来第三呢是 Office 360了，那这个也是订阅的这个服务。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 AI 时代的这个利好是这个 VS Code 跟这个 GitHub 的开发者生态。所以今天呢，你去做这些编程去做一些 AI 的这个 agent 等等，那你可以看得到，大家很多的时候都是会抢着在这个开源的这个 GitHub 等等去上架它的这个东西去给人家用等等的。OK， 像 OpenCode 也是从那边 GitHub 那边开源出来，所以 GitHub 是属于谁的 ？GitHub 是属于这个微软的。虽然GitHub 这个微软它比较不牵涉那么多，但是呢如果大家订阅这个 GitHub 的 Copilot 等等那些企业级的订阅这个 GitHub 的 Copilot， 那其实呢也是算进去这个微软的上面的这个业绩的。那再来第二个点呢，就是那很多这些开源的软件非常好用，甚至好用过那些要给钱的。那最终呢，这些微软呢，它还是可以透过 GitHub，人家开发好的这些东西，这些代码来去训练它的自己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去给这些企业用。就算它不是最强，比起谷歌那些等等 Cloudy， 它不是最强没有关系，因为呢，其实很多企业它不需要最强的，它只是需要可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就足够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厉害之处。那第二个呢，就是 VS Code， 那 VS Code 呢也是目前开发者最多人用的那一个平台。OK， 现在很像谷歌也是有做自己的这个类似 VS Code 的东西，叫做 Antigravity 等等但是我发现到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 VS Code，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是不是编程的，但是我大概知道他们的市占率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未来呢这个时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人到底聚集在哪里？那个流量到底谁掌握了这个流量？那目前呢，这一个生态的这个系统，这个流量是这个微软就是有一份这个市场份额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很强大的一个护城了。那以及呢，它有做这个网络安全和游戏业务等等的，所以它整体的这个商业护城还是非常的强。所以现在一个节点之下，我觉得它的这个估值呢是被低估的。那我们给它的这个评估这个 PE， 它应该是要有30多的这个 PE 的这个估值，从过往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平均值来看，那目前呢，它的这个 PE 呢只有17，我就觉得它是价值是被低估了，所以啊近期呢我们已经有在持续的在投资它了。OK， 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Meta， 第三个。Meta， 那 Meta 呢就是AI 广告业务的一个利好，那 Meta 也是估值被压得非常的低，那但是呢它的增长还是很强的，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Meta 它近几年的增长是20%，20%的比起谷歌的15%，比起微软的10多个%，它都比他们增长更加强。OK， 而且谷歌的广告业务只有11%而已。那 Meta 它广告业务20%，就代表它的增长，从广告的角度来看 ，Meta 的广告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的。OK， 而且呢 ，Meta 对 AI 的这个投资呢是非常的积极的。虽然大家觉得 Meta AI 不大怎么行，但是呢，它其实有用蛮多的 AI 在自己的这个广告的演算法，在自己的这个内部去做一些优化，包括它的这些裁员，包括它的这个AI 的。这个演算法，以及呢，它接下来也是有在持续的做这个它的眼镜。那目前它的眼镜啊，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它的眼镜，它的这个市场份额是占据了7到80%全球的市场份额。所以如果未来这一个热点它变成我们的一个刚需，就像手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那其实对它来说是非常大利好，因为它已经抢占了这个先机。所以呢，这一个部分呢是大家投资者现在比较忽略的一个潜力的一个定价。OK， 最重要的是我们看整体的护城河，它这些用户的转换成本非常的高。今天你在这个平台上面你发内容，然后你去分享自己的这些故事等等，那之后你的朋友其实都在上面，那你要离开这个平台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转换成本是很高的。OK， 最重要的是从这个估值的角度来看目前呢也是和微软一样都是被低估了，所以呢会持续的在近期已经有持续在加投资它了。OK。好，之前没有太大的仓位，现在就已经有慢慢建立一些仓位了。所以总结来说呢，目前呢我还是坚持去投资，因为 AI 受益的这一个科技巨头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时代呢，他们护城河的这个优势呢会持续扩大，未来就世界呢就是被他们主导了。谷歌来说呢，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然后 Meta 和微软来说呢是相对被低估的，所以我们从这一个估值上面来看就可以知道了。那谷歌呢，虽然估值是稍微高一点，微软呢就比较低，然后这个 Meta 也是同样是比较被低估的，所以呢，在这一个AI Open Cloud 还有现在这一个霍尔木兹的这个封锁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觉得蛮不错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讲到这边了。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现金流期权大师班呢也是即将要上架的。那近期呢就没有上这个影片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在筹备这个期权的这个课堂。那目前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剩下就是5% 而已，就完成了95%了。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学习这个期权，想要透过这个期权的方式呢去购买更加便宜的股票，或者是用期权的方式去出租赚取这个权益金。或者是呢，想要每个月呢用期权的方式赚取这个现金流，不管是在熊市或者是牛市或者是横盘的情况下呢，都可以赚到一些这个现金流的话，那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等候名单。那我们会预计呢会在4月18日的时候上架这一个课程的，所以你加入等候名单之后呢，那我们在上架的时候呢也会第一时间呢让你知道这个通知的，所以呢到时候呢你就可以报课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期权课堂了。谢谢大家观赏，那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先讲到这边，那我们就下一个教学影片再见喽，谢谢大家，拜拜。